妈妈被诊断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看护者，你要 accept your vulnerability， 有时候你扛不下，你就承认哦。这个系列我们主要聚焦在这个看护者，也谢谢这些所有的看护者朋友呢，透过他们来信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想对他们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抒发的过程。对，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听到别人的故事，听到明德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说：“哎，谢谢你说出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封陈女士她写给我们的信。对，她这里写道：“我妈妈82岁，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我今年也58岁了。妈妈是5年前诊断出失智症的。妈妈被诊断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一向温柔乐观的妈妈患病之后，开始出现幻觉，常常疑神疑鬼，情绪也非常暴躁。她不会打人，但常常会莫名其妙的骂人。后来幸好2年前因为疫情关系，我先生的妹妹从国外回来，她之前是学护理的，所以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除了帮忙照顾我妈，也给我和先生灌输了很多关于这个病的知识。因为之前他们根本就是不知所措，手足无措，手忙脚乱的。即使他们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啊，或是听了类似的故事啊，所以我常常在想，很多我的社工的朋友，都一直跟我讲说，哎，我们应该做多一点这种caregiver 的 training，培训这些。你知道我跟他们讲什么吗？我说我作为一个看护者，如果我今天啊，然后部长你来跟我讲，哎，你去这些培训，穿越都熟了，没有，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而且很不切。对，我已经已经整个人要崩溃了，你还叫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当然那个资讯这些是重要的，对。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资讯其实是要 pre，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很多的那种孩子，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然后等到事情来了，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案，他们是有啊。今天我们新加坡的政府政府真的是很好，很多 resources 嘞，排山倒海，对不对？可是那个终结点就是有没有问题还没有来，我是不会去注意的。对，其实我听你说的时候是这样，也是有这种感觉，有就是说自己家人如果没有失智你会想说，我也会讲又累了，讲我去 caregiver training， 我老爸老妈很好嘞，对吗？对。所以可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当时很棘手的时候，你又喘不过气来，然后再加上如果人家叫你说，哎，要不要去 Skills Future 去 WSQ， 更生气啊！对。你不要看我这样嘞，说我今天我什么 veteran social worker。是不是30多年的社工经验？哇，碰到我妈妈的我跟你讲我就成为一个很无助的一个看护者我要怎么办呢？还好我周围就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家里人还是很幸运的。可是那个关键点是什么？看护者你要 accept your vulnerability，你要知道你自己，其实你有时候你扛不下，你就承认我们碰过很多人，就是懂嘞，死懂这样，已经要崩要倒了，他还是要硬硬的撑下去。然后你就接受这些所谓的专业的这些人进来，帮你梳理了，让你可以跟你讲说，你现在应该做什么，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我觉得那个心态的那个建设，那个心理的建设是蛮重要的。可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们谈了这么多次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以后谁会做你的看护者？哎，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我跟你说，我家里有2个女儿，还好生对了，女儿生对了。哎，真的，我每次跟我的朋友讲，生女儿就对了。我老公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性格很不一样是性格也不一样没有对与错的问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那种想出去冒险等等啦然后就是现在岁数还小，可是已经很想自由的去生活等等我的另外一个女儿，我就先不说谁对吗？我这个要平等的对待他们。我另外一个女儿就很居家，很居家。然后她会说，我不问她，她都会说，哎呀，我要照顾爸爸妈咪的什么。但另外一个女儿就会讲 ，That's not a job。哇，那不是工作。
没有经济效应啊，他没有用经济效应啦。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that's not a job。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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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我在想，is a job。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跟我先生其实心里现在已经很明白了啦。虽然岁数这么小，已经知道阿嘎是谁会照顾。两个人摆凳在那边聊，不一定的，随着成长的过程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可能谁知道？对，我是觉得，我常常跟我朋友讲嘛，我们这一代，我们看着我们的上一辈的人，我们以前讲嘛，我觉得新加坡有一个好处是，其实我们也有，比如说我们说他们是建国一代，的确是，我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妈那一代，他们为我们的建国就是贡献了很多。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作为他们的看顾者，我们陪他们走这段，他们慢慢的也离开了，慢慢的凋零。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一代了，又轮到我们了，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不同的那个季节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尤其是对不起，我现在是要。